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一起共修精进。全球疫情呢，还是继续不断的延烧啊，完全没有舒缓的迹象。一些打过2剂疫苗及疫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像美国啦、以色列、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等，疫情都再度的恶化。打完2剂又再度确诊的比例呢，也是相当高。那些还处在打第1剂疫苗的国家呢，那更不要讲了例如马来西亚啦、泰国啦、印尼啦，这些国家以前都是超过2万的这个确诊还好，最近也稍微舒缓在2万以下那泰国也是本来也是2万多现在降到1万多。越南每天1万多现在大概到1万以下这些国家呢，包括柬埔寨跟辽国都还是处在封城之中政府是穷于应付百业更是萧条全球人类为这个疫情付出很大的代价，苦不堪言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在打疫苗了，疫情还是延烧不止呢？原因就是因为病毒不断的在变种，感染力呢越来越强，而难以应付难以对付台湾虽然政府防疫的政策做得还算不错加上人民呢也比政府还严也都很守规矩从5月份单日确诊的700多例呢降到现在是个位数甚至有几天呢是清零的。不过这样子还是胆战心惊，即使疫苗一直在快速施打，Delta 变种病毒呢还是突破重围进入了到校园里面去，进入到幼儿园让幼童也群聚感染了。家长跟学童人人自危情况又再度紧张起来了。好不容易有好转一点，但是又开始反弹起来，真是防不胜防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在考虑开始要打第3剂疫苗那这个第3剂疫苗打完，如果还是不能防止病毒的话，那是不是还要再继续打第4剂或第5剂呢？这样一定能有效遏制病毒的扩散吗？何况病毒还一直在变种，以前刚开始只对付老人，传染给老人，现在连幼童，甚至最近的新闻写1、2岁的幼儿也不放过这几天台湾新闻就播报一个1岁的幼童呢确诊。所以这个变形金刚现在是步步进逼摆明呢对人类呢全面开战而且经过变形之后呢，杀伤力是更强大，是攻无不克坚无不摧人类简直是无计可施了。难道要这样就要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真的是没有一点办法的吗？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再怎么难缠的敌人只要不跟他过招，就没有输赢的风险不跟他过招就是与他保持距离不接触变形金刚要找到对手，也是要找跟他有缘的人所以只要你不去动他，他就动不起来你一动他呢，他就会动起来，他一旦动起来呢，就会跟你没完没了所以要跟他以礼待之，保持距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什么敬鬼神而远之的还是要尊敬他但是要远离他同理呢，我们也是要怎么样敬病毒而远之好，重点来了，那怎么跟病毒保持距离呢？就是不要跟它有任何的瓜葛，也就是跟病毒保持绝缘，拒绝的绝了。要绝缘呢，除了继续打疫苗之外呢，别无其他更彻底、更究竟的方法了吗？除了打疫苗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吗？有方法。疫苗再怎么快速的施打，速度还是快不过病毒变种的速度。
但是有一个对付病毒的方法，是速度绝对是快过病毒变种的速度。这个方法你要去相信它，你相信它则永生呢，你不信它就会继续牺牲。这个对症下药的灵方妙药呢是什么呢？就是不吃肉，也就是茹素，就这么简单。你不吃肉，它就不会杀生了，不杀生就没有杀业嘛，那没有杀业，则自然与病毒绝缘。拒绝的绝，不要结缘啊，不要跟他结缘，要绝缘啊！越多的人不吃肉呢，就会减少非人道饲养的共恶业，让牲畜跟人一样的自然的往生啊，这是遵循生命的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的加工杀害啊，造成非人土毒极易流行啊，而没完没了。不要再为吃一块小小的肉而付出大大的代价。除了要入人群跟多用心是上人比较常说的话之外呢，频率最高的开示就是这一年半里面呢，上人苦口婆心也语重心长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斋戒如素啊！而且上人还强调，非说不可，就是说吃素这个事情的哈，非说不可，非素不可，非推不可。这个呼吁的力道呢，是非常的殷切，非常强烈。意思是指说，只有你自己茹素还不够，全家人都要茹素，因为一家人也有共业啊，还要往外推广。不止这样，而且还说什么？上人还讲哦，只发愿一周一两天吃素也是来不及的啦，不够。因为现在的情势是什么？病毒的大军压境，兵临城下。这个时候必须人人的大彻大悟，直接由荤转素，否则呢，会跟病毒这个隐形的敌人呢纠缠不已啊，牵扯不完啊，而难以脱身啊。然而劝素容易呢，劝善容易呢，劝素难呐。你请他捐钱救人哦，他做得到啊，捐多捐少的都是捐嘛，这个容易。但请他吃素呢，他会讨价还价，因为呢是要改变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因为这个是要改变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长期以来的饮食习惯要改变的。说难是难呐，但是说不难也是不难呐，因为有心就不难了，习惯也是成自然嘛。你吃荤的是习惯了，不习惯吃素；你吃素习惯了，你也不习惯吃荤了嘛，一样的道理。那不吃肉也是一样啊，久不吃就不想吃了就是这样子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知道病毒是幽灵的化身哦，因为上人苦口婆心一直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幽灵是被人类宰杀的牲畜，含冤含恨而死，因为没有投胎转世啊，而变成孤魂野鬼。那这些孤魂野鬼呢，互相呼朋引伴集结力量，化为病毒来找各自的宿主来报仇。而且呢，病毒无国界，还绕着地球跑啊！所以很多人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也慢慢的呢，尽量不吃肉了啦。是吧？现在吃素的人口慢慢增加了，因为大力推动还是有差了现在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这样子的防疫新生活呢，会成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常态，必须提早因应否则日子会苦不堪言无有出期好，问题来了，那要怎么因应？现在情势危急只有茹素还不够哦。摆在眼前的现实的问题，生意形态改变，生活习惯改变，谋生方式改变，消费习惯改变，人际关系也改变了，等等，生活跟生存的大环境呢，一直在变。那我们就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更要学习什么？随机应变，通权达变所以
有2个功夫必须学起来。现在，即使不是现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了啊，平常日常生活中做人处事中的这2个功夫也是要学起来。一个是适应性，一个是灵活性。什么是适应性？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灵活性呢，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讲得非常好，把它讲得更简单，就是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叫做适应性。而适应过程中的自我改变或调整，就叫做灵活性，要很灵活了啊，就是什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嘛，意思嘛。所以适应性跟灵活性呢，都是应付环境变迁的能力的，尤其用在现在疫情延烧不止的这个当下呢，更是需要这样的功夫了。所以这个也是呢，非学不可，你必须学啊！不管你要不要学，你要不要改变，想要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强迫成长，否则这个问题会很严重。用广东话来讲，叫做呢個問題好，呢個問題好嚴重啊！但係啊，唔使操心反身，愛多用心啊！你講好唔好啊？什麼意思啊？就是說不要操心煩心，要多用心啊！好，唔使操心煩心啊，愛多用心，意思是這樣子的哦。好，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是序曲。今天讀書會的序曲結束，那我們現在要切入今晚的主題了，你問我答啊。好，第一題，對不聽話及不守規矩的志工，我們該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哦，我們自己要很聽話，也很守規矩，以我們的身教做給他看。除此別無他法，就是唯一的一個方向。對，好，第二題啊，第一題很快。第二題有志工在反映有一些資深的志工呢，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或許是因為他的制服不同，或者工作崗位不同的關係。請問如何才能讓新進的志工沒有這種不好的感覺呢？我回答他可能是少數的資深志工呢做得不夠縮小跟謙卑啦，才讓別人呢感覺他好像有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氣焰呢。也有可能是看到的人呢自己主觀跟敏感看到與自己不投緣的人呢，心生不順眼的，所以角度不同呢，則看事情的結果也會不一樣啊。能力高竿是好事一樁，但高高在上就不好了啊！做人要懂得收斂藏形，深藏不露啊！这个就是什么有若无，实若虚的这种虚怀若谷的风范呐、这样就是有内涵的人呐啊！让人感觉高高在上的人呢，他就会高处不胜寒的疏离感啊！这样会让别人不敢亲近他，即使亲近他，也是无法起欢喜心。这样呢，就很难去跟别人结好缘了，或去教化别人，因为福缘不够，你没办法，你讲的话人家听不进去啊。所以心中没有法的人呢，才会令自己的心态呢，高人一等，高高在上了。这种事情呢，用在自己身上叫做自卑，用在别人身上叫做卑劣慢，更严重啊。那这样的人呢，容易让自己的执着在空有的假名相，就是头衔或职位了，那个名称呐，叫做假名相了，而成为孤家寡人。其实高高在上的心态，不全然跟这个制服跟职位有关了，而是与个人的涵养息息相关的。
有些人没有那些职位，他还是很谦卑啊，不会因为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啊，他不会啊，还是原来的我啊，不会因为加了一个名相了就变一个人了，不会啊。有些人呢，虽然位高权重，但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啊。有些人则很会颐指气使，以自己的权势去逼迫别人。有些人怎么样？人穷志短啊，却还贡高我慢啊。自己没什么能力的，他还是很贡高我慢的啊，狂妄自大，也有这种人啊。有些人则什么？一旦有了头衔或权位，你给他头衔或权位，他就想掌控一切啊，就要别人都听他的。这些都是人群中的众生相啊，也是凡夫的习气的啊。既然在人群中学习的，就免不了会面对这些境界。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习气或缺点时，我们就要反观自照，检视自己是否有如此的缺失。看到少数的你说委员也好，资深的志工也好，他身居要职，但是又很深着这个名相，执着这个我相。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怎么样？就要警惕自己，将来自己受正当委员，就不要跟他一样。这个是错误示范，自己要很清楚，叫做分别智。所以别人有没有高高在上，我们不必太有感觉，但自己有没有高高在上呢？这个就要有强烈的感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越是处在高位的人，越要虚怀若谷啊，保持谦逊啊。大乘佛法的修行要入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不能有高低、上下、贵贱、尊卑的分别啦，不二，没有两样没有分别，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懂得去借别人的境界来修炼自己的心念这样才是有转念跟转境能力的人也才是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才不会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的，辛苦自己了。好，第3题，有些志工呢已经快要受证了志工做了很久，也培训了，要快要受证了，但习气还是很重。每次活动过后都会批评别人，又在外头呢搬弄是非。有跟他沟通但不久又是老样子。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志工组的组长呢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他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上人说修行不是行难修了，而是呢习气深重难除了所以习气以前有讲过了习气比脾气更难改了以前有讲过对习气好像用完香水的瓶子嘛虽然香水没有了，但香味依然存在。习气也像一个种子一旦落地生根，就会继续发芽、开枝、散叶、结果。而果实里面呢，种子掉到地上，又开始落地生根，又来了一个循环，没完没了。所以才说习气是烦恼的残渣，看似没有了，实则还有，因为它是如微尘般难以察觉。有些人呢，看似资深但却时间很资深，修养及入法很浅。有些人呢，看似很资浅，新进志工刚进来嘛，对不对但是他的涵养跟修为很资深如果呢，我们不懂得时时内观自省的，则不只是将要受证者即使是已经受证的委员或资深的干部呢，都会很不自觉的显露习气，而与人反感，而自己却不知道如果觉得说对方的缘跟对方的缘觉得不是很好就婉缘如果觉得跟对方的缘觉得还好了那就婉言劝诫，做他的贵人如果缘没有觉得很好，那就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如果做不到对他，没有办法对他关机斗教，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自己从中学习，应机妙用。怎么妙用用在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下自我警惕及自我觉醒的功夫
这个叫做借境修心呐，借别人的境界呢来修自己的心念的意思了啊。好，第4题，有时候有人问了，有时候当我们发觉某些人的做法不太适当，甚至是不对，或者不如法，要怎么去提醒他呢？要提醒别人，或者是纠正别人之前呢，需确保自己能做到呢，直话圆说，或妙拳诱引呢，也就是点到为止的意思了。这种的智慧要有，分寸拿捏的智慧要有，否则啊，拿捏不好啊，心直口快而直言直语啊，就很容易伤到别人或得罪别人啊。即使我们能够自信能够做到直话圆说，还要能够抓准人缘、时缘、地缘呐，才能开口啊。否则好话都会变成是非啊。这个以前我们都有分享过嘛。所以孔子说这句话以前也是讲过。我们这次带过就好。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呐。”简单讲就是说，警惕我们的讲话的时机也要拿捏得很好。一个君子呢，他不会该讲而不讲，失去让一个人成长的机会叫做不失人的意思了不是失去这个人失去让这个人成长的机会的意思了。他也不会，一个君子也不会不该讲而讲，造成失言要去提醒别人或者去提醒众人这也是要有讲话的勇气也是要有道德勇气不是人人做得到也不简单你说不能随便讲，但是该讲你不讲，这个勇气也是不简单的。有些人呢不想讲，是因为讲了也没用就如上人说的，苦口婆心讲了，却把它当作耳边风，这样不讲也罢这是上人的感叹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从头到尾都不开口，开会中从来不发言也不提供意见这个叫做漠不关心这样也不好。人家事情做得不太正确，不太对，我们不要去批评他哪里做得不好，哪里不对，不要，而是要懂得什么？说妙思全，很善巧提醒他怎么做才会更好。但是不要说你这样做不好这样人家就听得不高兴的嘛我们跟他讲怎么做会更好这样人家比较会听得进去了，也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的话了这个就需要有雅言正语跟直话圆说的智慧上人说人家听我们的话听得很欢喜，也能从中受益跟受用，那就是我们讲话有口德有口德。上人的诠释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很发人深省的这句话。如果对方没有能力接受建议，或没有心量察纳雅言，则我们还是需自我善解，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为什么？反省自己是否自己的德行不够所以说的话人家听不进或彼此的缘还觉得不够深所以呢无缘度人没有福缘去度人机缘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沉得住气，并耐心等待因缘就是这样子第5题，志工之间有时也会有意见不合这个是很正常的了志工之间有时也会意见不合，而彼此产生嫌隙。虽然有资深的委员或干部呢从旁协助呢安抚双方但由于常常无法有效妥协，造成一方呢升起的退转心，请问这个要如何去劝导他呢？这种问题在人群中是很多是这样的情形一种米养百种人团体中人人各有见解跟想法，人人皆有习气。佛陀时代佛弟子们也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众生相
学佛就是要学什么？去我执，灭我相，的目标是这个。人群中做事要学习如何异中求同或和而不同啊，以前都有解释过了哈。虽然什么叫和而不同？虽然与人和睦相处，也很合群的，但不会人云亦云或盲从附和，他不会，他也不会事事都坚持己见他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拿捏，需要智慧。做此记就是来学习做人处事，而不是来做活动而已啊。所以呢，切忌在活动中落入事项，而忘记修行的初衷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集思广益大家常常讲，哎呀，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诸葛亮讲的。意思是说，集合众人的意见跟思虑，并广泛参考好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提意见，我们来参考以此来增长每个人的智慧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以这样的心态在做事，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意见不合而产生嫌隙就要怎么用智慧去化解这样才是妙用境界意见不被接受，就要立起解脱之见，放下之见，而不是坚持己见做得到，那烦恼就跟我们说再见这样才是放下的功夫了得了。心念上如果不能这样子转化，却反而心生退转，跟人家一点意见不好就想说算了，不如他去这就是凡夫之见凡夫的想法了也就是说，平常虽有在闻法，但关键时刻却做不到行中入法所以上人说，菩萨道就是要在人群中做天下事天下事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但只要心中有入法，则关关难过，关关过。心过关，事就过关；心通，路就通上人的开示所以路通就不会退转会退转代表前进无路，所以停退，不敢向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路不通，其实是心不通在先有时候呢，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会有想法不同，而观点改变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甚至我们昨天才决定的事情，今天自己看不顺眼，而有不同的思维自己对自己都如此变来变去的，何况就对身外的人对别人这种人的心理现象，佛经早就提醒我们了，是正常的就是什么生住意灭嘛但是每个人的进步跟成长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彼此要善解这需要呢边走边调整，不是调整别人，是调整自己了，自己都调整不了，怎么调整别人好，第六题，我认识一位志工常常来参加活动，也做得很欢喜，但是他却不要全力以赴，他也不敢去扛责任，而且做事呢，做志工呢，有计较的心态，我该如何改变他？我相信这样问这种问题的人，大概都是干部级的了，组长级的他可能带一些志工碰到这样的问题，常常来又做得很欢喜，表示目前的承担量跟工作性质或时间上刚好适合他，所以他做得很欢喜，对，这就是对机的了，只能随分随力这个志工他只能随分随力，但做不到尽心尽力，那可能是什么？这位志工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更多更重他认为我的能力就是到此而已也可能呢是这位志工有其他的后顾之忧，时间上或者家庭事业上的一些阻碍也有可能嘛。那因缘是如此呢，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必须对他善解。以前讲过嘛，对志工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嘛，不是讲过了吗？我们还是要善解
啊，毕竟这个是要靠自己发心的，勉强不来了。一边行善一边计较，或很爱行善，但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或说话很感性，但做事很率性；或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做起事来令人头痛，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有漏的功德了。啊，有些人呢，虽然了解这个道理哦，但却做不到。原因就在于什么？能力还没有提升呢。他能力是到这样子而已嘛。啊，这个需要什么？假以时日呢，自我的学习跟充实，啊，跟精进呢。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一样的过程嘛。有能力全力以赴的人呢，就赶快把握因缘，尽心尽力，尽力而为。没有能力全力以赴的，还有一些阻碍的、障碍的，那就随分随力，量力而为。因为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来做志工，也算不容易的啦，对不对？我们要善解。那想要做的欢喜自在，就不能有比较跟计较，这两种教都不能信啊！还要提升能力，也要用对方法才有办法。所以近世语说了吗？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至于要如何改变它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自己先全力以赴，以这个身教做给他看，先改变自己，才有能力影响别人呐。啊，刚刚前面那题也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思维存在啊，都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别人。好，第7题，有人问啊，我很喜欢做志工，也做得很欢喜，但有时候呢，活动太多，造成家业或者事业呢无法兼顾，而让家人起烦恼，我要怎么样来调试呢？这个也是很多来做志工的人碰到的问题，尤其你要精进投入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个底线了，对，家业、事业、志业如何拿捏，这个如何让它平衡呢？这个很多人会碰到，包括我自己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很早就碰到，很早就化解掉了。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这句话大家自己去，有学佛人大概都知道这句话了啊。佛法跟世间法本来就是两者一体的。想要学出世啊，就要先学入世啊。不了解世间法，就无法了解出世法啊。刚刚那句话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世间法呢，是讲因缘重次第。佛法也是这样子的哈，也重视圆满跟恒顺。那修行也是要怎么样？循序渐进，要圆满也要圆融啊。所以事业跟家业要先照顾好，修行才不会有后顾之忧。但这个不是说等你事业跟家业都照顾得很好才来修行的。为什么？有些人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他对于家业跟事业照顾好的这个标准呢，是定在一个永无止境之处啊，怎么做都是没有做好的，那你就不用进来了，对，这样就没有缘走入修行之路了。那能够在家居士的话，可以将时间做合理的分配，让家业、事业及志业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原则，兼顾大局，而不是不顾一切。不会因家业或事业而阻碍自己的修行之路，也不要因为投入当志工而忽略了家业跟事业。刚刚讲圆满跟恒顺的是重要的原则啊，这也是佛法的精神。自己该做的本分事，包括家业跟事业及志业呢，都面面俱到，做得很圆满，也将自己的习气改善了，脾气也改善了。这个时候，家人比较会因我们的身教养成呢，习气改变了，而慢慢受到感化。家人这个时候，家人呢对我们比较能够认同了，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了。家人支持我们，我们就比较有力量嘛。如果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而影响家人一起来做志工、做慈济，而成为慈济家庭。如此全家做慈济，全家一起都成长，这就是什么？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好，第8题为什么慈济要做那些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水灾、火灾跟其他种种的天灾的灾难的援助，而那些需要帮助的个案呢，好像又不可以马上去帮还要等到开会通过才可以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许多天灾人祸造成的大小灾难，本来应该属于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是坏劫时期，灾难太大，灾区也辽阔，而且呢，灾难的频率非常的高，尤其现在大家都体会很深刻嘛。那这些都会造成什么？造成政府呢措手不及，而兼顾不到，或来不及应变，甚至有些政府国家呢，也未曾有过这种大灾难的救灾经验呢。以前台湾发生921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政府也是没有这种救灾的经验过所以台湾的921大地震、莫拉克风灾、日本的311复合式大灾难、南亚世纪海啸、四川汶川大地震、墨西哥大地震，还有刚刚才发生没多久了，差不多是两个月前的海地大地震各位都还记得吗？2013年底的菲律宾海燕风灾，2014年的马航空难，2个，对，澎湖空难，我们都已经都有看过这些新闻嘛。高雄的气爆，复兴航空基隆河坠机，此外还有2015年4月底的什么尼泊尔大地震那时候我也去看灾等等，这些都是慈济曾经大力动员救灾过的大型或跨国的大灾难如果不是说慈济有一套救灾理念跟经验，跟这个跨区跨国动员志工的机制的话呢，怎么会有灾后重建跟人心抚慰的这个显著紧急救灾的成效呢？现在我们回眸来时路了都要很感恩呢。慈济有一个完善的救灾制度。什么救灾制度？它有一个很好的社区跟区域志工制度，跟井然有序的什么跨国志工人力资源整合跟动员的机制，所以它才能够跑在这些做到最后。那这个也是让很多国家的政府呢跟国际社会呢对慈济高度的肯定跟认同这些都是上人的智慧。现在末法时期呢，灾难偏多灾情都是非常惨重的，光靠政府的救灾机制跟人力资源，实在不足以短时间内达到紧急救灾的功能跟时效。你举个例子嘛，现在新冠病情就是如此嘛，政府也束手无策慈济还有很多空间在新冠疫情里面投入医疗仪器的捐赠跟纾困物资，还是忙着做不完这些事情有些政府也是做不到所以政府我们要来补政府的不足在这个地方嘛所以很多时候呢，非政府组织的人道救援团体的适时投入呢，就可以很好的补政府的不足了这是全球每一个国家都一样的情形以救难工作来说了慈济当然它不是第一线的救援行动嘛，它是第二线的协助的角色例如呢，提供第一线救灾救难人员的什么热食供应受伤及罹难家属的抚慰陪伴工作啦以及往生者的助念等等这些都是慈济在善尽国际社会一份子的角色。其实人生中也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应该自己要做的，但我们却无能为力或力犹未逮，心有余是力不足尤其在灾难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借由有缘人跟有爱心的人呢，及时为我们伸出援手，让我们及早解困。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珍贵的互助跟互爱发生在很多不同国家的大小灾难，严格说来应该都属于政府的事情但是想想如果灾民中有我们的亲人时的时候呢，相信我们不会说你们不用去救了，因为这是政府的事情，对不对？应该不会这样子讲，也不会说不用去救，等政府来救就好了啦。如果里面有我们的人，我们就不会这样子想
相反的呢，我们还会积极动员前往救灾跟关怀。哎呦，里面有我认识的人呢，有我的亲人呢，想法又不一样了。这要有同理心呢，有同理心，我们才会什么将心比心呢？被救的人会感觉被关怀的庆幸，去救人的人呢，更能体会救人的感觉真好啊！好，那这个问题他后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那个个案看到个案要帮助，不能马上就帮，当然不能马上帮，不能马上就帮啊，因为还要评估讨论啊，怎么帮啊？对，没有去开会，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援助呢？评估什么时候来启动呢？记住的标准是什么呢？何时复查个案等等。如果不是这样用心在评估个案，这么谨慎在补助个案，那会众们怎么会放心把钱捐给慈济呢？我们自己都不会捐的，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对，如果是紧急个案呢，慈济自有紧急评估及及时补助的应变机制，而且这个也是行之多年了，一脉相传了。紧急个案虽然马上要帮没有错但也不能因为紧急而乱了方寸啊！就好像医院里面的急诊室病人送来急诊很急很急也是要照他急诊自己固有的那一套 SOP 来急救病人的，不能拿来就乱揪一通不行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开案补助人的一个如法的做法了好，第9题。我虽然很爱做志工一位志工讲的，我虽然很爱做志工，但我觉得自己很笨，能力也不是很好，什么也不会。然而据点的负责人偏要我承担组长的工作，承担至今我觉得自己成长好像很有限，非常惭愧，怎么办呢？也有这种组长但是你看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法了你看。这一个组长知道自己很笨，这是自知之明，自知者明有自知之明的人，明明白白的人，这个不容易佛法对这样子的人有办法化解。最怕的是对自己不清不楚而懵懵懂懂，醉生梦死。看了医生，医生跟他讲有病，他还怪医生，早知道不来看医生，不看医生没病，来看医生有病。你看也有这种人，这种人医生再对他也没用对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懂装懂，佛法对这种人也是没办法。你跟他讲有病，他说我没病那没病就不要医咯，就是这样子所以法在情中求，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勤能补拙，熟能生巧，一勤天下无难事所以要懂得建立自己的信心。我就跟这位组长讲，你要建立自己的信心。你既然当了负责人了你既然当了组长了，那负责人给你这个重任，就是他对你的相信嘛。那你负责人是以大局为重，请你担任这个组长。这个负责人他自有人力资源分配的这个考量嘛，才会给你这个组长的职位嘛。这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好机会，要懂得把握，更要心存感恩那他说我觉得很笨，自己没有成长，也很惭愧。有惭愧心也是一种鞭策力，不容易有惭愧心也是一种鞭策力，能将惭愧化为精进曾经有人问上人，上人日理万机，分秒不空过，从早忙到晚，请问这种力量从何而来问上人上人怎么回他说从惭愧心而来。为什么上人分秒不空过，每天这么精进？这种力量是从惭愧心而来上人继续解释了，我每天上人讲他自己的每天看到草根菩提里面这些老菩萨们投入社区做环保，自己就会起惭愧的心。上人讲他自己的有起惭愧的心，警惕自己必须更加精进。尤其是现在上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体力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嘛。现在是年纪越大，体力越不好的时候呢，反而越精进了。现在以前开示的时候，打板一响，上人就停了，时间很准了。现在打板完了照讲，有时候讲过10分钟、20分钟都在讲这个什么？这上人
一直在把握因缘，创造时间出来，不但没有慢下来，反而更精进了。这个是很好的身教了哈。所以呢，要成长就要承担，既然承担组长，就要更加精进学习，虚心受教。人有无限的可能嘛，因为用心就是专业嘛，有信心才有力量嘛。所以不要觉得很惭愧，你就继续努力下去，对自己要有信心。好，第10题，我是一个志工组长，这个也是组长常常以身教带动志工投入活动虽然有时候呢会忙到感觉很疲累，但内心却十分的欢喜。但是问题来了，经过一段日子之后呢，回头一看，感觉发觉还是自己一个人跑在最前面，后面呢没有什么人跟上来。那这个组长问了，那是否意味着自己跑得太快了，还是后面还是自己带动的方式有问题呢？或者彼此跟组员之间这个彼此是无缘之人呢？这个组长承担这个组长就有这样层次的问题。我回答他了善人为佛教为众生而尽形寿献生命这个是分秒不空过，都还说来不及了，我们怎么敢说自己跑得太快对不对比起上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精进的啦上人跑这么快，但后面跟上来追随的全球慈济人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说应该不是你跑得太快了，而是后面跟的人跟得太慢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如下：慈济事业忙到疲累，但是身累心不累，且十分欢喜，这是有法入心，法入行，才有可能做到这样。但是如果组长不能只是带动活动，而是要借活动来启发人心，所以你要懂得说法传法带动活动是入慈济宗门启发人心呢是知尽思法脉前者是悲门后者是智门两者双管齐下，叫做悲智双运嘛。理念是如此嘛。组长需要深切去了解慈济修行法门的用法之妙，才不会只是一味的投入忙着活动，而疏忽法的传承跟人才的培养这个不容易带动活动很容易的，但是从中去发掘人才、培育人才、去传承法脉，这个就不容易了志工如果心中入法不足则参与慈济就没有持续的力量，碰到问题就慢下来了，碰到烦恼就停下来，就有可能了无法这样做的话，也无法让欢喜持久，起起伏伏的不稳定道心不稳定这样碰到一点挫折或不如意，当然会找借口，动辄不来随便找个借口就不来了所以人才的发掘要靠组长的用心观察，组长要用心观察活动中谁这个是人才法脉的传承要靠什么？团队的共修力量，共修嘛，就是一种互相传承法脉嘛。可能自己忙着推动活动而疏忽关怀组员、陪伴组员，这个就是什么？忙着做事却疏忽做人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制度嘛，叫做上人讲嘛，多组活动，小组关怀这个也要用心去体会用意就是什么？要大家活动之余呢，不要疏忽彼此之间的法亲关怀啦好像说千拜万拜，不要千拜万拜不如向父母说一声爱了不要一直往外关怀，往内小组的关怀没有了，一直对外活动，对内关怀没有了这个上人是认为这样子不好所以上人就说了嘛，对自己的法亲都做不到感恩、尊重、爱，那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呀真的是醍醐灌顶的开示所以组长也需要反省自己是否有做到感恩、尊重、爱组长与组员之间的爱存款够，缘结的好，活动的推动自然是一呼百应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组长自己虽然很精进，但是声色不好，很精进没错，
但是声色不好，心直口快，讲话了很直，常用一指神功指挥别人啊，这样活动还没有到，人家早就决定不想来了啦，因为没有道气嘛。如果组里面的团队默契跟共识不足，不能和和互协啊，人心各异，貌合神离啊，表面上是勉强核心呐，实则人心各异啊，难以妥协。这样就有可能啊，如问题中所说的呢，做到最后剩下自己一个人呐，啊，变成孤家寡人呐，啊，这个就严重了，组长虽不一定是系邻人呐，但却可以做个解邻人。解铃之道不在心外，而是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这其中呢，有否经常闻法是成败的关键。所以不是讲一句话吗？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背嘛。以前讲过这句话嘛。我们要去了解组员不能精进的原因是什么，并反观自省。又是反观自省了。别的组长可以带动那么多人投入，而且还持续扩大编制，力量广深。为何我们这一组不能呢？自己这么精进，却影响不了组员也跟着精进，原因何在啊？有没有时时对组员们心存感恩呢？做任何决定是否有尊重组员的意见呢？后面没有干部接上来，不能说是无缘之人，大家都进来慈济里面呢，都是有缘的，只是你这一组跟人家不一样大家来做志工，不论是新进或资深，一律是慈悲等观，都是有缘人干部没有接上来，组长就自己接上去。组长若不成长，就会造成阻碍别人的成长这个刚刚讲的广东话，这个呢個問題就好嚴重这个问题很严重对组长自己要先成长，否则你会造成阻碍别人的成长。好，最后一题有一些人呢，把上人的进士语当作一种口号对外宣传，自身却没有贯彻力行的精神跟内涵，这个要如何提升呢？进士语不是宗教教育的残阳，它是立身行事的准则，它不是在传教，而是在传法，这个要理清楚。进士语里面有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跟智慧，我们是拿它来自我约束，不是拿它来教训别人更不是口号进士语也不是背着滚瓜烂熟，然后右耳进左耳出，好像传声筒一样，而是要实际行动过后，再经过内心的体会跟淬炼，不但牢记心中，也能实践在生活里，而与生活及工作全然结合。这样呢，理论跟实践相互印证，就是什么？说我所做，做我所说，也就是以解导行，学以致用。一旦这样的身教养成之后别人就不会把我们嘴巴讲的这个口说好话当作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就不会这样子了。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为止，感恩大家的参与，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再见。